徐总裁，现在发布会的时间迫在眉睫，下面该如何安排？你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交代？我承认，在处理戏目上走了些弯路，但是我一定会让戏目走上正轨。想让信目走上正轨，那就要让穆灵山回到DI。各位董事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王总想并购 DI 的这个计划，只是暂时被我们打断了，但是他不会打消这个念头的。我现在就去找文笑。文笑，我知道你不想看见我，你可以给我5分钟吗？我为了替我父亲出这口气，夺回 DI 的主导权，害你失去了这一切，也害得 DI 陷入被宇威并购的危机。我不想 DI 毁在我的手里，所以我想请你回来。我不想再介入 DI 的任何事。文笑，你一定要帮我，只要能阻止 DI 不被宇威吞并，我愿意将我手中所有 DI 的股份赔偿你，赔偿你一切的损失。丁文笑，难道你忘了对你父亲的承诺，去违背你做人的原则吗？丁文笑！这样，我的希望不就破灭了？这是言下的主意啊，还不说原因？萧氏光年在言下心中比什么都重要，他应该只会加快私人定制项目的进行，完全不可能因为设计稿耽误项目进行啊！这其中肯定有隐情。四姐，我们一定要解开这个谜底。眼前的这一切，曾是我想取代文笑，来替你完成的梦想，却没想到，到最后成为了我付出的工具。当他出现在我眼前的那一刻，我也以为是文笑替我完成的梦想。我曾以为那是我们最隐秘的故事。文笑，你看我设计的怎么样？设计大胆前卫，但是好像有点不实用。哎呀，设计讲究的是种潮流，如果太强调实用性的话，就失去了引导流行。行吧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试试看喽。你说为什么没有一个地方是专属设计师交流的空间呢？你有什么想法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会打造一个既凉快又舒适的时尚圣地，让独立设计师们在里面畅所欲言。这个想法不错，还要加上我们的冰激凌计划。这个点子好。等到 DI 完成上市，我们就一起完成这个梦想。拉钩。文笑，你看，这是我融合了你的想法画出来的冰激凌冒险记。你一定很好奇，我是怎么知道你的吧？不是文笑告诉我的，是我无意间发现的。
文笑，这地方太热了，我把空调修一下。现在公司刚起步，能省则省。你要是热了，你就随便找张纸当扇子扇一下，我没时间理会你啊。得，你有理。没想到，却是你帮我完成的。那一刻，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开心还是难过。窗外下雨了，还要等你多久？虽然不太合脚，但比你那双高跟鞋要舒服。咖啡店也要关门。如果不走动，的确舒服。可是走起路来始终不稳脚。那你就站着不要走啊。人如果站在原地不走，又怎么能跟上别人的步伐呢？你为什么一定要跟着别人的步伐？那么优秀的你，应该站在原地等别人靠前，不是吗？就像我脚上这双平底鞋一样，让我卸下了所有的武装，更接近地面，再也不用担心在高空中摇摇欲坠了。墨尘，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你会怎么选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不管我怎么选，都会失去最重要的。所以我宣布放弃参赛资格。这是设计稿，全撤回来了。要去哪儿？寻找修改方案。我现在没有灵感，我想自己静一静。炎夏出来了。今天非得破了这个案子。炎夏来这儿，肯定跟什么人碰面。你在这儿守着，我进去看看。 OK。穆总监，这是我之前画的设计稿，现在交给你了。这是你连夜赶出来的？不是，是……原来他会改变主意，是因为穆灵山。这炎夏，该不会把文笑还给穆灵山吧？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现在离新闻发布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，希望我的设计稿可以帮到你。至于文笑的事情，我已经在进行中了。那你需要我帮你什么呢？故意制造误会。怎么样？发现什么了？穆灵山来抢丁文笑了。这下事儿大了。炎夏，这样做不妥吧？如果真的让文笑回到DI，那这是唯一的办法了。你说这事儿，咱说也不是，不说也不是，还是静观其变吧，先撤了再说。
文笑，林珊，好久不见，我就是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。我很好。林珊，林珊，你别动，就这样让我抱一下，一下就好。丁文笑，你不是跟我说跟他已经结束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来往？为什么还在我的店铺里？林珊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我不要听你解释，我不要见到你，请你离开。不是，林珊只不过是……不要跟我解释，走。言夏喜欢文笑，文笑也喜欢言夏。只要文笑告白，应该没有问题。怎么会闹起别扭？真是想不明白。文笑，我知道，此刻的你是百般的难受，我何尝不是呢？请原谅我，不得不这么做。对不起，文笑，造成了你跟言夏的误会。但是现在要解释，只会越描越黑。不如等彼此冷静一些，我再陪你向言夏解释。也只能这样了。文笑，你应该知道 DI 现在的状况吧？你真的能当作不知道吗？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他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真的放得下对你父亲的承诺吗？林珊，我不想再跟 DI 有任何的牵连。我现在的心思全在消逝光年上。那如果言夏和你都可以重回 DI 呢？你会考虑吗？不会。那言夏的设计师梦想呢？还有消逝光年的传统之一呢？不都被埋没了吗？就算没有 DI， 我也会实现我的梦想，只是早晚的问题。怎么完成？私人定制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了，我也不知道他见了谁，马上要撤回所有的设计稿，所以只能暂时停滞了。穆总监，这是我之前画的设计稿，现在交给你了。这是你连夜赶出来的？不是，是什么？原来言夏把私人定制完成的设计稿给了我。这已经是我最大的极限了，穆总监，你一定要说服文笑。文笑，我很想告诉你事实，但为了 DI， 我只能隐藏这个秘密。哎，这两女争一男的戏码，决定胜负的关键还是在这男人身上。你的意思是，言夏肯定能战胜穆灵珊？话是这么说没错，我也不敢确定。那你不说的废话吗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阻止。对，你得好好想一想，我可想不出来。申旭啊，你怎么了？你是忘了你给我期许的将来了吗？没有，我这怎么可能忘呢？那不就得了吗？丁文笑如果又回到了穆灵珊身边，那消逝光年你的私人定制计划不就无疾而终了吗？这说的也是啊。要不这样，我现在去探探丁文笑的口风。
丁总，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。什么问题？我知道，在你心里呢，炎夏肯定比木林山重要。但是我说的是，如果木林山回来跟炎夏争夺你，你肯定选炎夏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得提醒你啊，你得防着炎夏退缩，把你让给木林山。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？我就是以防万一，所以过来确认一下。那要是炎夏退缩的话，我只能选木林山。绝对不可以！你要是选择木林山的话，那私人定制计划不就没戏了？哎呀，你说这木林山也真是的，你就算要回来抢，也不挑个时机。你见过灵山？说实话，不然就取消私人定制。别呀！你要是取消计划，那我期许给思琪的将来不就破灭了？那你最好一五一十的告诉我。哎呀，就今天，我跟思琪一大早就守在萧时光年，就想跟踪炎夏，看看他到底跟谁见面。结果就看到木林山跟炎夏碰头。那时候，炎夏刚好拿到设计稿，说要找灵感。这是设计稿，全撤回来了。要去哪儿？寻找修改方案。我现在没有灵感，我想自己静一静。我们就觉得这个事儿吧，你说也不是，你不说也不是，我们就赶紧撤了。应该是过了没多久，灵山就出现了，然后莫名其妙的抱我。文笑，灵山，好久不见，我就是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。我很好。灵山，灵山，你别动，就这样让我抱一下，一下就好。再然后被炎夏撞见。丁文笑，你不是跟我说跟他已经结束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来往，还在我的店铺里？炎夏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我不想听你解释，我不要见到你，请你离开。灵山，你快帮我解释。不要跟我解释，走。我跟思琪在家讨论了半天，觉得不妥，所以，就派我过来跟你探探口风。炎夏回来的时候，手中完全没有设计稿。我们就担心你最后会回到木林山身边，那私人定制计划不就无疾而终了？而灵山又劝我为了实现炎夏的梦想，回到DI。文笑，你应该知道 DI 现在的状况吧？你真的能当作不知道吗？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他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真的放得下对你父亲的承诺吗？灵山，我不想再跟DI有任何的牵连。我现在的心思全在萧时光年上。那如果炎夏和你都可以重回 DI 呢？你会考虑吗？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。那么，这次灵山回来是为了新梦，炎夏会撤回设计稿，也是为了帮灵山。丁文笑，你绝对不可以因为木林山而放弃了私人定制计划。
言夏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原来，言夏把私人定制完成的设计稿给了我。穆总监，我们不能再不动工，所有人都在催我们的设计稿。这是言夏提供给我们的设计稿。那太好了，穆总监，我现在就去召集开会，您给一个明确的指示，我去让部门同仁加班加点的赶，到时候就可以提前完成了。蔡宁，穆总监还有什么指示？这份设计稿我们不能用。这不是言夏提供给我们的设计稿吗？为什么不能用？我不想为了成就信木，让言夏和文笑失去私人定制。文笑，你应该离开这儿回 DI 了吧？等你顺利帮 DI 完成信木，我才能坦白这一切。言夏，你是不是巴不得我离开这里啊？撤回设计稿，并不是因为你想重新设计，你是为了帮助灵山挽救信木，挽救 DI。但你知不知道，私人定制计划也是我重新开始的目标。你为什么这么轻易就毁了它？难道你觉得 DI 比消失光年还重要吗？没错。如果信木失败了 ，DI 会永远的消失，你对你父亲的承诺也不会实现了。那肯定是我无形的包袱，我不想再犯这个错，我也不想再走我父亲走过的老路。文笑，你是个信守承诺的人，我不想你留下遗憾。所以你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不让我离开 DI， 对吗？如果我不这么做，你会回去帮 DI 吗？不会。所以你就想方设法的把我赶出消失光年。这里不属于你，在这个地方待着，带给你的只有卑微和耻辱。可是我愿意。可是我不愿意。你在这里失去的一切，我还不起了。我不需要你还。文笑，回去吧，回去帮 DI。只有在 DI 才能施展你的才华。我认识的丁文笑是那个意气风发的，而不是为了几10块钱低头的你。难道我和言夏真的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吗？我不想让你离开，哪怕只是短暂，但我不能因为自私而埋没你。蔡宁，穆总监呢？他刚出去了。去哪儿了？消失光年还原下设计稿。这是言夏私人定制的设计稿，全数归还，替我谢谢言夏。文笑，对不起。我不该因为想让你回 DI 拯救信木，勉强言夏帮我，导致他放弃了你们的私人定制，还故意制造误会，让言夏赶你出消失光年。我也曾经想过切断和 DI 所有的一切，直到莫尘来找我，我才发现我永远都忘不了我们3个曾经为 DI 所努力的一切。
虽然很艰辛，但是却充满了希望跟激情。墨尘所犯的错，并不是出于他的私心，他跟你一样，都背负着父辈强加的使命。爸，你到底跟林珊说什么了？人们永远追着得不到，却有渺茫希望的东西。只要你给他诱饵，他就会死心塌地地追随你。唯有这样，才能保住你DI的位置。可是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利益去伤害任何人。背负DI的责任，你必须这样。文晓，如果你想抓住一个有才华的人，千万不要给他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，要让他依附你，才能长出翅膀。才华是其次，忠诚才是首要。爸，这是经营。就算你不能接受他的感情，也不能将他推得过远了。文晓，答应爸爸，无论如何，你都要让DI上市，完成我对股东的承诺。他不得不去执行。我不想当个说客，说服你重回DI。我是想让你问问自己，你真的放得下我们3个的曾经吗？文晓，你也别责怪炎夏。喂，艾丽娜。徐总，我有急事找你，一会儿好时间。什么急事？是关于海外宣传的事。好，我马上到。墨尘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我现在要去见艾丽娜，是关于信墨海外宣发的事情。你的事等我回来再说。这么着急找艾丽娜，该不会又出现什么问题了吧？我说，我昨天让你去探丁文孝的口风，怎么回来一句话都没有呢？那个，我……你别那个的，你说话啊！我说漏嘴了。任旭，你的这个嘴怎么就这么不牢靠呢？不是我的嘴不牢靠，是他丁文孝太聪明了，他一把就抓住了我的痛脚。痛脚？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痛脚呢？大姐，那就是一种比喻，没知识也得有点常识吧。我还看电视呢。什么叫痛脚？就还不就是取消私人定制计划，了结我对你期许的将来啊。我就被他套进去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丁文孝他已经知道炎夏和穆令山见过面了？他什么反应？哦，什么呀？沉思啊，什么话都没有。完了！现在就只能看丁文孝和炎夏说什么了。文孝，来，坐啊！哎呀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阿姨正想问你呢。你是不是表白的时候说错什么话了，惹得炎夏不高兴了？哎呦，这2天的情绪可怪了。阿姨，我还没跟他表白。我明白了，炎夏情绪不好啊，就是因为你还没告白。不是阿姨，他心情不好吧，是因为我跟他发火了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事儿吧，
你不想说，阿姨不勉强你啊。那个，跟炎夏说去，你等着，我去叫他啊。谢谢阿姨。炎夏，发什么呆呀？文笑来找你，赶紧收拾收拾，别让他等久了啊！我不想见他。犯什么傻呀？有什么误会说开了不就完了？我们之间没有误会啊。别犯驴脾气啊！赶紧收拾收拾。跟他出去走一走，好好谈谈啊！妈妈，我们之间的事你能不能不管？不能。赶紧收拾收拾，出去。你等会儿啊，他马上就出来了。一会儿啊，你带他到海边走走吧，那儿视野辽阔，空气又好。你和炎夏之间呀，有事儿别藏着掖着的，敞开了说嘛，是吧？是阿姨。徐总，因为你拖欠了第2笔的款项，海外的宣传工作所有都停止了。如果你还想继续的话，之前的都不能算了。艾丽娜，关于序幕的海外宣传都没开始，怎么就结束了？还要我重新拨款？你是不是耍我？徐总，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。信幕是你要求提前进入工作的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可是却一直都没有见到设计稿，耽误了所有的宣传工作。还有，我已经告知你拨第2笔款项，可你却迟迟都没有动静。在商场讲求的是信用，如果像你这样的做法，那我奉劝你，还是不要坐在这个位置，否则 DI 早晚会被你毁掉。我艾琳娜可不想被你拖下水，所以我主动放弃海外代理。喂，王总，我已经出手了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徐墨尘，你也该尝尝自己种下的恶果了。王总，单独约我，难道是想谈并购的事吗？文董，您可是 DI 的元老，我可动摇不了您。今天约您过来，是想谈一下关于 DI 的一些现状。信幕的原创穆总监已经回来了，信幕也进行得很顺利，我们就静等成果就行了。我也是这样想的，但是现在我所担心的并不是穆总监，我所担心的是徐总。现在信幕的最新设计稿件还没有完成，我怎么就听说他私底下启动了信幕的海外宣传了？而且合作对象是抄袭 DI 之前设计的西班牙品牌露丝，还负责信幕的海外代理。而且我还听说徐总亏欠对方的第2笔款项，
正因为这样，艾琳娜无奈撤出了所有的海外宣传团队。我想这些情况，文董你应该还不知道吧？文董，徐总可是您推荐的，如果现在任由他这么胡搞下去的话，DI 可能就真的救不了了。DI 取消了中端消费群体，而走高端精品，细木也失去了海外代理。DI 真的要栽在细木这个跟头上吗？喂，文董，徐墨尘，你是不是瞒着董事会，将信木进行海外宣传？是的，我要求你立刻向董事会说明。文董，喂，文董。如果细木被喊停，那么雨薇将会吞并 DI， 我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。徐总，自从你力推信木，就造成了 DI 的动荡。现在股东们都将手中的股权纷纷的使出，流落到谁手里都不知道。你还私下瞒着我们，启动信木的海外宣传。你真的是将我跟文董往火坑里推啊！我承认，是我管理不当，海外宣传 DI 的损失，全部由我个人承担。徐总裁，企业经营不是你个人的游戏。如果犯了各种决策错误，都由个人来承担的话，而没有公司相应的规范，那我跟文董岂不成摆设了？你既然作为公司的总裁管理 DI， 就应该最大限度的争取到股东的利益，而不是止步不前。王总，你想说什么就直说，不必拐弯抹角。既然文董推选你为总裁，你就应该展现出你的实力和能耐。所以我建议，海外宣传的损失不用你负责。但是，信木必须要删减预算。删减预算？没错，删减预算。如果你办不到的话，我可以找到能办到的团队。文董，您对我这个想法没有什么意见吧？徐总，你也不用着急回答我，给你几天的时间，你好好的考虑一下。言夏，我知道你很善良，心胸很宽广，所以才会牺牲私人定制，去挽救信木。但这是你的做法，你总不能强迫我跟你一样吧？你以前为了 DI 上市，拼尽全力排除所有困难，就算失去一切也在所不惜，怎么现在就判若两人了呢？啊，如果 DI 真的因为细木的失败而结束，你甘心吗？坦白说，要说不会，那是骗人。如果 DI 真的完了，那我就失去了对我父亲的承诺。可我要是拯救 DI， 就会跟我父亲当年一样。所以我宁愿失信于父亲，也不愿意让墨尘继续痛苦下去。你帮 DI， 就是在帮许墨尘，为什么会让他痛苦呢？要是在这之前，我会认同你的说法，但我现在不会。尺度，是我在消失光年学到的。多一寸，少一分，都不合时宜。我父亲当年就是犯了多一寸的错误，所以才害了墨尘的父亲像今天这样。
这是我父亲欠他的，所以他对我做什么我都不介意。我应该把迪爱还给他。你父亲和他父亲的恩怨不可能再次发生在你们身上啊！眼夏，你根本就不了解当年的情况。当年的迪爱就跟现在一样，所以我拒绝挽救迪爱，就是要结束这段仇恨。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尊重我的意见。